欢迎来到可可知分析室，我是咸鱼环。来广东也有20多年了吧，在广东也结识了很多广东朋友。广东人朴实开放的性格，也跟他们建立了比较深厚的关系。一起吃饭的时候，总想去整几只鸡。师傅也发现了，广东人特别喜欢吃鸡，搞得好像一套敌我识别系统一样。记得有个老逼群，每当放暑假的时候，由于孩子都送回老家了，他们每周就惦记着去哪个农庄去整只鸡吃。于是潜移默化的，我家也开始研究了吃鸡之道，带学了白切鸡、撒满香菜的手撕鸡，还有去河源那边吃的客家鸡、炒鸡、烤鸡等等。抛开独特的地理环境与鸡的丰富的烹饪方式、文化底蕴，还有象征的吉祥快乐，还有什么更有趣的方式能解释广东人那么喜欢吃鸡呢？前几天就着这个话题，我狠狠查了一顿 AI，研究了一下广东地区为什么那么喜欢吃鸡，于是有了个有趣的发现。让我们穿越时空，回到18世纪，想象一下，你是个清朝的农民，被卖猪仔到槟城的橡胶园，每天白天努力的割橡胶，割得满手都是血泡，而到晚上呢，怀念远方的妻子跟孩子，等等，什么奇怪的东西窜进了脑海？哦，似乎还有吃当年那盘白切鸡呀、于是思乡之情涌上了心头，让我们穿越回现在的曼谷街头，那家陈记骨油鸡，老板5代之前是从济阳那边逃难过来的呀，至今吃白切鸡都有对广州拜三拜的冲动。你以为他们在吃鸡吗？不，他们是在吃流动的家规呀。之前去了马来西亚跟新加坡旅游，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，似乎近几百年来，很多广东、福建地区的人漂洋过海到了那里，于是扎根了下来。还记得在马来西亚坐出租车，司机操了一口流利的粤语跟奇怪的英语，跟我聊他的家族故事。似乎鸡在这一刻不仅仅只是一个文化符号，更像是整个南洋文化圈运行的底层代码呀。鸡在这里是生存刚需，它的养殖成本比牛和猪都低，并且想想在台风天的时候，你可以抱着家里的几只鸡，直接塞到床底，那就安全啦。鸡同样是信仰绑定，你听说过在香港地区办一样的时候，似乎有个叫斩鸡头的仪式，在中元节更是要吃烧全鸡。如果祭祖的时候没有鸡，你确定你要承受祖先的怒火吗？并且它似乎也是南洋地区商业贸易的几百年的暗码。潮汕谈生意，那必须要先看看对方拆鸡骨的手法呀。如果是行家的手法，那都要想想是否利率要降2分。这明白是自己人啊！我们在社会中抛开固有的偏见不谈，似乎都非常渴望与他人建立亲密的链接，而建立链接则需要有能够确认彼此身份的符号，例如兴趣爱好、明星、歌手、游戏，而饮食文化更是非常重要的符号。想想，当你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，辗转反侧，你最渴望的是什么呢？当你表哥突然发过来一个农药的邀请，所有的情绪瞬间烟消云散。这和广东人请你吃鸡一样，都是向你发送建立链接的邀请啊！我想去年回老家，有个几年未见的表弟，有点陌生，全程尬聊。突然掏出了 Switch，随手开始玩了塞尔达。我随口说了一句：“桥洞底下有只雅哈哈。”突然，陌生的关系回到了童年，记忆的碎片在不断的涌入，两个人瞬间从陌生回到了熟悉。于是当天晚上2瓶啤酒下肚，该聊的不该聊的全聊了。让我们再回到正题，为什么广东人喜欢吃鸡呢？似乎在整个文化圈中，各种各样的情境都要把这个底层代码运行一遍。去年我去吉隆坡街头，在路边吃起了南香鸡饭，随手说了一句：“这鸡好亮。”于是老板回应了一句，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拉起了家常。鸡作为一个动物，它真的好难啊！不仅要作为食物，还要被当作文化符号，甚至在商业中呢，还被用来检测谁是自己人，真是肉体跟灵魂都被榨干了呀！即在近几个世纪，在广东地区、南洋地区，甚至远在美国、欧洲，作为文化符号，不断的被运行，然后强化，到了现在，似乎已经离不开鸡了。那我们再看看文化符号本身吧。回到14世纪，欧洲贵族用吃不吃臭奶酪作为文化标记，再加上不同的文化信号、领土争端等等等等，于是爆发了矛盾，英法在领土、王室继承中疯狂的摩擦，
最后引起了百年战争。而日本呢，不同的地区味噌汤咸淡不同，还有更多的是文化的差异与分歧，最终爆发了权力斗争。在日本战国时期打了100多年的仗，封闭的文化符号让不同的地区人相互摩擦冲突，造成大量的痛苦。这个真的毫不夸张，我是亲身经历过的。因为我是福建人，我媳妇是湖南人，然后在广州生了孩子，于是两家人都过来，那个摩擦真叫一个折磨呀。而现在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，不同地区的朋友相互交流，文化似乎也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不断的整合。希望我们有一个更包容的文化，能够更包容自己人，也能更善待他人，也能更善待其他国家的人。这样或许就能让我们在未来人生体验的道路上充满了阳光，更加的幸福。愿世界各地的人们没有摩擦，没有争端。Peace and love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分享使用知识的方法，下期再见。